今天咱们聊一件真实存在的事，它不是神话，不是科幻，是人类真实做过的一场实验。那个实验的结果，至今还活在地球上某个角落里。这件事叫哈勃空间望远镜，它是人类送上天的一双眼睛。它在距地面547公里的轨道上绕着地球转，把宇宙最深处的光送回到地面。而它拍下过的一张照片，让整个天文学界沉默了好几天。在讲这件事之前，咱们先做一个假设，假设你就是哈勃望远镜，接下来每一件事都是你亲身经历的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上天吗？答案藏在1946年的一篇论文里。那一年，一个叫莱曼斯皮策的年轻天文学家坐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，他写下了一个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荒唐的想法。他说，如果把望远镜送到大气层外面，就能绕过大气对光线的干扰，看见宇宙本来的样子。那一年他31岁，没有人把他的想法当回事。大气层外面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，人类连火箭都还没发明成熟。但斯皮策没有放弃，他用接下来将近40年的时间，一次次游说 NASA。 等到这个项目真正立项，他已经快60岁了。从他写下那篇论文到哈勃真正发射升空，中间隔了44年。你的窗口就是这么来的，一个人用了将近半辈子时间才把这扇窗推开。1990年4月24日，发现号航天飞机把你送上了轨道。你的重量约11吨，主镜直径2.4米，机身长13.1米，差不多相当于一辆公共汽车。你身上带着5台主要科学仪器、照相机、光谱仪，各自负责不同波段的观测任务。你的太阳能电池板展开之后，一展将近12米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属光泽。发射那天，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看台上站满了人，火箭升空，烟雾在发射台扩散，有工程师在鼓掌，也有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们知道这个项目从提出想法到把你送上天，花了几十年，参与其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了。斯皮策本人那年75岁，站在人群里，看着你消失进蓝天。他把自己大半辈子的执念送进了宇宙，然后只能站在地球上等着，等你传回第一张照片。你进入轨道之后，第一件事是展开太阳能电池板，对准地球方向的天线，然后睁开眼睛。结果第一张照片传回来，全场安静了，不是那种激动的安静，是出了问题的安静。照片模糊，焦点不对，边缘有一圈光晕。工程师们盯着那张照片，反复确认参数，确认又确认，最终得出结论：你的主镜磨错了，误差只有 2.2 微米，比一根头发丝的1/50还细。但就是这么一点偏差，让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模糊的。你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一个耗费15亿美元、几十年心血造出来的望远镜，因为一个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加工误差，拍出来的照片还不如地面上的普通望远镜清楚。那段时间 NASA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媒体把这个项目叫做史上最昂贵的近视眼，国会要求彻查，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在等一个解释。你就在那537公里高的轨道上绕着地球转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忠实的把模糊的照片发回地面。但有一群工程师没有放弃，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，给你配一副眼镜，不是真的眼镜，而是一套专门设计的矫正光学系统，用一组精密镜片抵消主镜的误差。原理就像近视的人戴了度数精准的镜片，原本扭曲的光路被重新拉直。这套系统有个名字叫 COSTAR， 研制用了3年。1993年12月，航天飞机载着7名宇航员升空，在距地547公里的轨道上，他们进行了5次太空行走，在完全失重的环境里，用手工操作的方式把那套矫正系统安装进了你的机身。你想想那个场景，宇宙员戴着厚重的手套在地球大气层外，手边是你几吨重的机身，脚下是蓝色的地球。
它们一颗螺丝一颗螺丝的拧，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对准，稍有失误，10几年的努力就全部报废。安装完成之后，地面控制室里有人把头埋进双手里，有人紧握着旁边人的手臂，等第一张校正后的照片传下来。照片传到屏幕上，那一刻，有工程师当场哭出声来。图像清晰了，星光变成了一个个精准的光点，不再是模糊的光晕。那张被修好的照片和修复前的那张并排放在一起，成了 NASA 历史上被转载次数最多的对比图之一。你被修好之后，真正开始看见宇宙了。1995年12月，地面团队做了一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浪费时间的决定，把你的镜头对准猎户座附近一块什么都没有的天区，一块在已知星图里完全空白的区域，连续曝光10天，积累光线，把那片黑暗里藏着的最微弱的东西拍出来。这个观测项目叫哈勃深场。10天之后，照片传回地面，控制室里的人盯着屏幕，没有人说话。那片原本以为什么都没有的黑暗里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光点，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星系，形状各异，颜色不同，有的呈螺旋状，有的是不规则的团块，有的已经和旁边的星系开始碰撞融合。初步统计，那张照片里大约有3000个星系。在那之前，科学家估算可观测宇宙里星系的总数大约是100亿个。哈勃深场照片出来之后，这个数字被修正到了2000亿个，整整翻了20倍。你在一块看似空无一物的天区里曝光了10天，就把人类对宇宙规模的认知推翻了一次。你想想，那20倍意味着什么？人类以为宇宙大概是某个尺寸，你告诉他们，实际上要再乘以20。那2000亿个星系里，每一个星系平均有几千亿颗恒星，而围绕这些恒星运转的行星数量更是无从计算。人类在这片宇宙里的位置，在那张照片传回来之后变得不一样了，不是变小了，是变得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。你只是对准了一块黑暗，睁眼看了10天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地球上所有的人。还有一次，你朝着一颗正在死亡的恒星看过去，那颗恒星叫船底座伽马，距地球大约7500光年，是银河系里已知质量最大的恒星之一，质量大约是太阳的100倍。它的外层气体正在向外喷发，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星云，在可见光波段看上去像2个对称的橙色气泡，中间夹着一层厚重的尘埃盘。你拍下了它，照片传回地面，那对橙色气泡的细节清晰得让人屏息。你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那颗恒星喷出来的那2个气泡，每一个的直径都超过1光年，1光年大约是9.5万亿公里。你拍下来的东西大小是这个数字的2倍，而那颗恒星还没死，它只是在准备。天文学家估计它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超新星爆发，也可能再撑几10万年，没有人知道。你只是在经过的路上看了它一眼，拍了几张照片，让地球上的人第一次看清楚了一颗濒死的巨星长什么样子。这里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说一说，在你所有拍过的照片里，有一张的拍摄过程充满争议。那是1994年，一颗叫做苏梅克列为9号的彗星被木星引力撕碎，碎块排成一列，一颗一颗地撞上木星表面，地面望远镜也能看见，但地面的大气会扭曲图像，细节看不清楚。有科学家提出用你来观测这次撞击，但当时你刚修复不久，有人担心这种高对比度观测可能损伤传感器，建议等技术团队做更多评估再决定。另一边的人则认为，这种级别的撞击事件太阳系里几千年可能才发生一次，错过了就再也没有。争论持续了几个星期，最终决定拍，做了严格的曝光限制来保护传感器。照片传回来，撞击点在木星表面留下的深色疤痕，直径比地球还大，每一处撞击痕迹都清晰可辨，
像一排按顺序戳在木星表面的深色印记，那是人类第一次清晰地看见太阳系内发生的天体碰撞留下的痕迹。这可能是你拍过的照片里最接近某种警告的一张。那些撞击木星的碎块，如果换成撞地球，每一颗都是灭顶之灾。你只是正好在那里，正好对准了那个方向，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。还有一件事是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。1998年，天文学家用你的观测数据分析超新星，本来是要测量宇宙膨胀的速率，他们预期的结果是膨胀减慢，因为引力在把宇宙往回拉。结果数据出来完全反过来，那些超新星比预期更暗，意味着它们比预期更远，意味着宇宙的膨胀不是在减慢，而是在加速。在那之前，人类以为宇宙在慢慢刹车，你的数据告诉他们，不是宇宙正在踩油门，是什么在推着它加速，没有人知道。科学家给这个未知的东西起了一个名字，叫暗能量。据估计，它占宇宙总能量的大约 68%， 但没有人直接观测过它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。你只是用数据把这个谜题摆在所有人面前，然后继续绕着地球转。你绕地球转一圈大约95分钟，一天转15圈。在太阳照到的轨道上，你靠太阳能电池板充电，进入地球阴影那段，靠电池维持运行。每次日出和日落是大约45分钟一次的光线切换，温度也随之剧烈变化，从零上120度到零下100度，一天之内要反复经历10几次这样的温差。你身上的材料要能扛住这种折磨。出发时设计的寿命是吸5年，结果你工作了30多年还没停。当然，你差点撑不过去的时刻也有。2003年，欧洲航天局宣布退出哈勃的维护合作。2004年 NASA 宣布出于安全考量取消最后一次维护，理由是航天飞机必须能在紧急情况下飞到国际空间站避险，而哈勃的轨道位置和空间站不在同一个轨道平面。这个决定一出来，天文学界炸了，几百位天文学家联名写信要求 NASA 重新考虑。民众也在反映，那些照片他们挂在家里，用来教小孩认识宇宙。舆论压力持续了将近1年， NASA 最终同意恢复任务。2009年，亚特兰蒂斯号升空，执行最后一次维护任务，历时13天，更换了老化仪器，修复了光谱仪。更换光谱仪是整个任务里最艰难的部分。那台仪器外壳上有111颗螺丝钉，宇航员戴着厚手套，在失重里一颗颗拧开，没有任何参照的先例，每一个动作都是第一次。修复完成那一刻，地面控制室里有工程师握拳又松开，没有声音，只是那个动作。任务结束，你留在了轨道上，比以前看得更远也更清楚。但那次维护消耗了你一部分剩余寿命，电池周期在缩短，陀螺仪的备用件减少了，每赢一次终点就又近了一步。现在你绕着地球转，继续拍照，发回数据。你拍过的照片超过150万张，支撑了1.8万篇学术论文。你发现过黑洞的直接证据，观测过行星运行的光谱信息，帮助科学家确认了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，还拍下了星系碰撞的过程。那个过程太慢，人的一生看不到变化，但你记录下的那些阶段拼在一起，就是一部演化史。你只是每95分钟绕地球一圈，把镜头对准黑暗，收集光线。NASA 估计你可能在2030年代某个时间点彻底停止工作，陀螺仪会失灵，电池会耗尽，或者哪台仪器无法修复。到那时，地面会给你发最后一条指令，控制你的轨道，让你在大气层里燃烧，碎片落进南太平洋。你不会在那之前停下来，你还在转，还在拍，还在把光从几百亿光年外带回来。地面上的工程师
还在监听你的数据，为你争取窗口。他们看见的始终是几秒钟前的你，而你已经飞到下一圈去了。你拍过的所有照片里，有一张我一直记着，那是2014年哈勃超声场对准了天炉座一块小区域。那张照片里大约有5500个星系，最远的一个发出那道光的时候，宇宙才刚刚诞生6亿年。那道光在宇宙里走了超过130亿年才进入你的镜头。你想想，那道光出发的时候，太阳系还不存在，那道光就在宇宙里飞，飞过了恐龙出现和消失，飞过了人类出现，飞过了望远镜被发明出来，飞过了你被建造和发射，最后落在你的传感器上。那道光等了100多亿年，才有一双眼睛去接住它。这件事本身就是人类这个物种一个特别的瞬间，明知渺小，还是努力把眼睛睁得更大，努力看得更远。你的尽头不是某个停下来的地方，你的尽头是永远有光还没拍完，永远有黑暗还没看过，永远有什么东西在宇宙的某个角落等着被看见。好，这期就到这儿。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，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。还没订阅的话，顺手订阅一下，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，订阅了才不会漏掉。咱们下期见。